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曼达。今天呢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气泡水的世界，因为我可以很有信心的说啊，我是气泡水 expert， 就是我是一个气泡水上瘾患者，喝了很多年了，就市面上基本上能买到的气泡水我都买过，然后也都喝过，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气泡水的感受。先声明啊，今天没有任何的广告和植入，完全是个人的心得体验。那首先呢，很多人会不知道气泡水和苏打水的区别。简单来说，气泡水比较贵，苏打水比较便宜，这就是它们本质的区别。其实气泡水最大的关键点呢，是它一定是天然水源，就是地下水或者是矿泉水这种。那里头的气泡呢，有天然就含气泡的，也有后天人工添加气泡的这两种。但是苏打水一般不是天然水源，就是纯净水，或者是人工会在里头添加一些矿物质，然后再额外的添加二氧化碳进去，它就是苏打水。说实话，如果同时把气泡水和苏打水倒出来给你盲测的话，你很有可能是喝不出来它们口感上有明显区别的。但是呢，气泡水它毕竟是天然的嘛，尤其是很多天然含气的气泡水，它里头的气体也是天然形成的，所以呢，这个是千万年地质运动的结果。那你喝的其实不是水，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那它贵一点也是应该的，对吧？影响气泡水口味的还有很多因素。首先呢是里头的矿物质总含量，这个东西叫 TDS， 就是每升水里头含有多少毫升的总矿物质。一般这些是指钠、镁、钾、钙这几种离子盐，包括一些氯化物，还有一些硫化物，这些东西都会很影响口感。同时呢，它还会影响到这个水是偏酸性还是偏碱性，这个可以理解到吧？其实偏酸性的水你是可以喝得出来的。还有一个是影响水的软硬度，就是软水和硬水的这个概念。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算是比较玄学的指标，叫做水质纯净度，这个指的是这个水源它被保护的有多好。那有一些水源它如果保护的没有很好，受到了它周边的人类社会的污染呢，比如说农药或者是垃圾，可能会让这个水里的硝酸盐的含量比较高。虽然硝酸盐理论上来说你是喝不出来的，但是它会影响到这个水质的纯净度，也是一个比较玄学的概念啊，所以它会影响到这个水的营销以及它的价格。然后最后一个影响气泡水的因素就是温度了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地下水像是井水或者是那种山里的泉水，喝起来是不是都凉凉的？所以气泡水其实在比较低的温度喝会比较合适。我觉得应该在10到15度左右吧，或者就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稍微放一会儿的时候是最适宜的。那差不多，大家如果要品鉴气泡水的话呢，就是从这几个维度了，就跟品酒蛮类似的。但是呢，今天不讲那么玄学啊，今天主要是来讲我的个人感受，所以一个一个来介绍。这个第一个巴黎水，这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牌子，也是非常早进入中国市场的，所以大家可能第一款气泡水都是喝的它。巴黎水有个特点是水体本身就含有天然的二氧化碳，但在灌装的过程中会损失，所以还额外添加了二氧化碳，依然是天然的，但是和水源来自不同的位置，所以你仍然可以把巴黎水叫做是天然含气的气泡水。那和其他的水比呢，它的气泡就会非常的强劲，充气量也很足，属于那种刺激感比较强的口感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巴黎水家的老竞争对手圣培露了，这个也是很常见，市场上很受欢迎的。那圣培露喝起来呢，它的矿物质含量比巴黎水要高一点，所以我觉得它水的那个咸的口感会更突出一些，就看你个人喜好了。圣培露是一个意大利小镇的名字，据说600年前就开始卖矿泉水了。当年达芬奇就是画蒙娜丽莎的那个，还曾慕名拜访这个小镇。这款水的口感的各个维度呢，都处在中间位置，很均衡，所以相对比较中庸，没有特别突出的记忆点，但是很适合日常饮用。那下面是第三个，这个是英国产的气泡水，这个我当时在英国的时候，在超市里头也见过它，也常买。它在英国也算是一款逼格非常高的水。那它产自一个温泉镇，所以那个镇上本来就有很好的水源，所以它的水质也是很不错的。Harrogate 就是英国这个温泉小镇的地名。这款水的 TDS 较低，酸碱值适中，喝起来口感很纯净，气泡很弱而细密，回味是有甘甜的感觉。好，下面是这个是一款德国产的气泡水，它的特点呢是它也是矿物质含量非常的高，所以你喝起来会有一种很明显的喝那种矿泉水的感觉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水呢，它和很多德国产品一样，就是包装不是那么精美的感觉，大家可以体会到这种德系包装的感觉吗？
这款水的特点是 TDS 高的惊人，所以虽然它的 pH 偏酸，但喝起来酸味并不明显，因为矿物质的味道太突出了，和酸味共同作用，形成了一种非常清爽的口感。下面一款是这个，这是一款看包装你就会觉得它简直就是逼格爆表的，很像盐水瓶的一款气泡水啊，这也是我见过包装最特别的。其实这个包装的灵感据说来自于老式的大度玻璃酒瓶。这款水产自地广人稀的新西兰，水源地是那种人迹罕至、远离污染的地方。它总体的 TDS 很低，水质也偏中性，所以喝起来是柔软而干净的口感，气泡很适中。总的来说，口感很温和。好，下一款是这个是我个人最常喝的。就是之前在英国的时候，它在超市里头也很容易买到，所以就是几乎每次去超市都会买一箱的那种。这款水据说是很多法国知名厨师的最爱，大家普遍觉得它很适合佐餐。这款水的 TDS 相对比较高，气泡也是天然形成的，所以含气量并不多，但是气泡非常细腻而持久，所以入口很顺滑，有恰到好处的刺激感。下一款呢是这个是近年来很受欢迎的，也是逼格爆表的挪威产的一款水，它分有气和无气两种型号，无气的也挺受欢迎的。这款水的水源的矿物质含量极低，几乎是市面上 TDS 最低的水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天然纯净水，并且它含气的版本还额外添加了碳酸氢钠，就是小苏打。我在其他品牌没有见过这种操作，我猜可能是因为水质本身矿物质含量少，而且偏酸，所以加了小苏打来平衡口感。那下面一个呢是这个圣碧涛，这款是意大利的国民品牌，充其量比较适中 ，TDS 也是中等偏低，它的气泡很平顺，所以整体也是比较平衡，没有太突出的记忆点，入口有一点点微咸，回味是有甘甜感的。下面一款是这个是土耳其产的，它号称是松林矿泉水。那这款水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它的包装啊，我觉得它是这所有的水里头包装最漂亮的一款。这是土耳其非常知名的品牌，喝起来确实在鼻腔里若有若无的会感觉到一股松林的香气，入口没有那种矿物质特有的咸感，而是非常柔软而甘甜的。我觉得它在气泡水中算是非常独特的口感。接下来是这一款呢是，我对它的期望值蛮高的，但是我觉得它比我想象中的稍显有一点平淡，可能是因为它的这个 TDS 含量不是特别高。它的包装挺漂亮的，很有北欧风的感觉，和前面几款低 TDS 的水一样，入口是偏柔软的，但对我来说甘甜感比较弱，稍显平淡了。其实它家不含气的版本会更好一点。下面这一款呢，这个是国产的。前面讲了那么多进口的气泡水啊，国产的气泡水其实还蛮少见的。这一款呢，我也是看到其他人强烈推荐去买来尝试，试过之后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。因为这个水本身呢，它这个 TDS 是非常高的，你看它的标签上都会写说，因为可溶性总固体较高，易出现矿物质析出，可能会产生白色沉淀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就是喝起来非常强烈味道的一款气泡水。这款水呢，有很典型的高矿物质带来的咸涩口感，并且充气量非常的足，有极强的气泡，所以共同形成了一种很强烈的有刺激感的口感。冰镇后非常的过瘾，就是它包装有点难开，每次开呢都会洒一点出来。前面这些所有的我自己喜欢喝的气泡水都介绍完了，日常喝呢，我觉得肯定还是气泡水口感更好一些。苏打水其实更适合用来调酒或者是调饮料，那也有例外啊。我自己有2款日常还挺喜欢喝的苏打水，就是不用来调，可以直接喝的。首先是这个也是一个挺常见的泰国象牌。这款水气泡很足，简单粗暴，喝到嘴里又会迅速的消失，所以它的刺激感其实比较适中，不会过头，喝完只会给人留下一种很畅快的感受。然后第二个呢，也是一个国产品牌，这个牌子呢，它其实主要的不是出那种纯苏打水，它出的都可以算是饮料吧，是里头有添加过调味的。那这个口味格外的推荐给大家呢，是因为我觉得它的口味非常的特别，市面上完全找不到跟它一样的。它叫辣椒佛手柑风味气泡水，然后它的配料表里头呢是有碳酸氢钠、色素、二氧化碳和食用香精，没有其他的了，所以喝起来没有甜味儿。也没有任何的热量，但是呢，它会有辣椒的香气以及佛手柑的香气，
喝起来是一个蛮特别的味道的，也是我日常会喝的水。好了，今天介绍的就是我日常会喝的，也是市面上比较容易可以买得到的气泡水和苏打水给大家。那其实我也喝过一些更加小众的气泡水，但是那个可能很难买到，这里就不推荐了。那大家如果有什么喜好，或者是你们有喝到好喝的气泡水，欢迎跟我一起分享。咱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YouTube 的观众们，如果你们还想看我做什么菜，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，不要忘记点这里订阅我的频道，每周都会更新。咱们下周再见了，拜拜。